有那么一瞬间，你突然发现自己特别讨厌一个人，或许对方什么都没做错，甚至是普通的言谈举止，反而让你心里隐隐作痛，充满不适。更奇怪的是，你甚至无法解释这种情感的来源，只能简单归咎为讨厌这个词。其实我们的情绪反应并非没有理由，只是有些原因藏得太深，无法被我们轻易意识到。那些你以为莫名其妙的情感背后，实际上可能藏着深层次的心理机制和潜意识中的未解创伤。人际关系中的讨厌与喜欢，往往并不是简单的情感波动，而是内心潜藏的自我意识反应。曾奇峰曾说，我们之所以喜欢一段关系，是因为在这段关系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我是好的。这个观点强调了人际关系中自我感觉的重要性。我们爱上那些让我们感觉自己值得被爱的人，而我们讨厌那些让我们感到不足、不被认同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喜欢或讨厌并不是由他人的特质直接引发，而是这些特质唤醒了我们内在对自我的态度。本文将带你深入探讨，为什么我们会讨厌某些人，背后隐藏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，又该如何通过接纳与疗愈来改变这种情感反应。一、投射，讨厌的根源。在我们了解为什么讨厌某些人之前，先来认识一个核心心理学概念：投射。投射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防御机制之一。当我们无法接受自身某些特质时，会通过潜意识将这些特质投射到他人身上，从而让自己暂时免受内心冲突的困扰。比如，你讨厌一个人总是迟到，可能正是因为你自己也有不守时的习惯，只是你不愿承认。这种心理机制起源于我们内心对某些特质的排斥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，但我们更愿意展示好的一面，并压抑那些坏的特质。当某个人让你感到不舒服时，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行为或特点，正好映射了你自己不愿意承认的那一部分。于是，讨厌情绪成为了一种掩盖不安的方式，防止你直面自己的阴暗面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假如你在工作中特别讨厌那些总是出风头、抢占光环的同事，你的讨厌感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当，而是因为你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某种不满。或许你也渴望被认同，渴望站在聚光灯下，但从小被教育要低调，才把这种渴望压抑了下来。当别人展现出你不敢表现的行为时，内心的冲突自然会以讨厌的形式表现出来。二、讨厌的背后，内心创伤的折射。除了投射，心理学还指出，讨厌某些人可能是因为他们触碰到了你内在的创伤。我们的童年经历和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，往往会在成人后的生活中通过各种情境浮现。当你讨厌某个人时，很可能是这个人唤起了你内心深处未曾愈合的痛点。心理学家 D.M. 巴斯在《进化心理学》中提到，厌恶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用于帮助我们识别和回避潜在的威胁。比如，当你讨厌一个同事在会议上夺走你的功劳时，可能不仅仅是他行为不当让你愤怒，而是这种行为唤醒了你童年时期类似的经历。你可能曾因为兄弟姐妹或同学的抢夺，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荣誉或奖励。有位来访者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他在工作中特别讨厌自己的领导，因为领导总是把属于他的功劳让给其他人。每当发生这种事，他心里既愤怒又无奈，但总是不敢反抗。经过深入探索他的内心，这位来访者回忆起童年时的一次经历。他在家里与表弟玩耍时，自己最心爱的玩具被表弟抢走了。尽管他努力反抗，但最终父亲还是把玩具送给了表弟。这种被剥夺的感受深深伤害了他，而这种记忆一直隐藏在他的潜意识里，直到在职场上被领导抢夺功劳的行为再次激活。这些潜意识中的伤痛，在我们成年后往往通过类似的情境重新浮现出来。他们可能以我们对他人的讨厌感为表现形式，
但实际上传递的信息是，你内心有尚未被处理的伤口。3、自我不接受，讨厌的特质其实是你的一部分。有时，讨厌他人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行为触发了我们的情感创伤，更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不愿面对的特质。换句话说，那些你讨厌的人，反映了你自己不接纳的某些部分。举个真实的例子，我曾经特别讨厌小气的人。每当有人为了一点点钱斤斤计较时，我会感到极度不适，甚至觉得这种行为可耻。但在某次偶然的情况下，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情境。那天我替同事代买了一些小物品，虽然金额不大，但在要不要提醒对方还钱的问题上，我居然开始犹豫。这一瞬间让我察觉到，原来我自己内心也有小气的一面，只不过我一直在极力掩盖，甚至通过表现大方来遮盖这部分的存在。我们往往通过讨厌他人来逃避面对自己不愿接受的特质。这些讨厌的特质可能是自私、懒惰、嫉妒等负面情感。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好人，于是这些特质被深深压抑。但压抑并不会让他们消失，相反，他们会在某个人身上再次浮现，并引发我们强烈的情绪反应。如何疗愈这些潜意识的伤口呢？既然讨厌他人往往与我们的潜意识、创伤和不被接受的自我特质有关，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讨厌情绪，达到内心的和解与疗愈呢？第一步是觉察。每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个人产生强烈的厌恶感时，试着停下来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我为什么讨厌这个人？他身上有哪些特质让我不适？我自己是否也有这些特质？这个情境是否曾让我想起过某些过去的经历？觉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它能帮助我们从无意识的情感反应中跳脱出来，开始主动思考这些情绪的来源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意识到讨厌某人的背后其实是自我的某种投射或创伤时，情绪就会开始转变，因为你不再将问题归因于外界，而是开始从内在寻找答案。第二步是接纳。觉察到自己的不完美之后，学会接纳这些特质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不那么好的一面，这种内在的阴影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缺陷，只是意味着我们是完整的人。接纳自己身上的小气、嫉妒、自私等面相，能够让我们不再因为这些特质而感到羞愧，也不再需要通过讨厌他人来隐藏他们。第三步是疗愈。疗愈并不是要消除这些阴影，而是学会与他们和平共处。你可以通过心理咨询、情感书写、冥想等方式，慢慢接纳过去的创伤与压抑的情感。当这些部分不再压抑，你会发现，曾经让你讨厌的人或情境，也变得不再那么刺痛人心。讨厌一个人，从来不是简单的情感反应，它背后藏着复杂的心理机制和未被疗愈的创伤。通过投射和自我保护，我们将那些不愿面对的部分放在了他人身上，从而逃避与自己真实的对话。然而，当我们学会觉察这种讨厌感的来源，并逐步接纳那些曾经被压抑的自我部分时，我们才能真正拥抱完整的自我，过上更加平和、自由的人生。最终，你会发现，曾经让你感到莫名其妙讨厌的人，其实只是你内心某个未被接纳的镜像。通过疗愈这些痛点，你将变得更有力量，也将不再轻易被情感左右。这不仅是一种个人成长的方式，更是一条通向内心自由的路径。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，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。请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。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，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